有缘人，我以下说的话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都要非常认真的去听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，为什么说急性子的人都很难有好命的？因为急躁这种心态其实蕴含着很深的因果道理。当我们深入观察，便会发现急躁的本质是内心贪欲的一种显现，它如同烈火般炙烤着我们的心神，让本应清明的心智变得浑浊不安。仔细观察那些容易着急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往往充满紧张感，做任何事情都迫切想要看到结果，而且必须是符合自己预期的结果。一旦事与愿违，内心就会陷入巨大的波动。这种状态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进步，反而会让人心浮气躁，在重要时刻频频出错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急躁的情绪会像涟漪般扩散，影响周围人的心境。急躁的根源在于对结果的执着，当我们过分在意得失时，心就容易散乱，心一乱，判断就会失准，做事就会失去章法。古人说欲速则不达，正是因为过于急切的心态会蒙蔽智慧，让人看不清事情的本末先后。急躁其实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贪念，想要跳过必要的因缘过程，直接获得理想的结果。但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其自然规律，就像春种秋收一样，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最终的收成。佛陀教导我们，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强求不得，保持平和的心态，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节奏，才是明智之举。经典中常说心平气和，正是因为平静的心才能生起智慧，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。就像流水不会刻意争先，却能长流不息；竹子不会急于生长，却能在适当的时节节节高升。人生也是如此，重要的不是一时的快慢，而是持久的稳定。当我们学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，不急不躁，不贪不求，自然就能避开许多无谓的烦恼。记住，真正的进步往往发生在看似缓慢的积累之中。让我们以智慧之光照亮内心的急躁，以平和之心对待生活的起伏，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自在的人生。人生在世，从一个人的脾气能看出他有怎样的人生。了凡四训中讲道，物随心转，境由心生。不一样的性格造就了不一样的命运。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境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如心动则人妄动，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。人心妄动则情绪生，如果你控制不了情绪，就一定会被情绪吞噬，带来诸般痛苦。所以说，情绪就是你的心魔，管好你的情绪，才能过好你的一生。有个人因为笨，所以很穷，可是他运气好，一次下雨的时候，围墙被雨冲倒了，他居然从倒了的墙里挖出了一坛金子，
他因此一夜暴富，可是他依然很笨，他也知道自己的缺点，于是他向一位禅师诉苦。禅师告诉他说，你有钱，别人有智慧，你为什么不用你的钱去买别人的智慧呢？于是这个愚人就来到了城里，见到一个僧人，就问道，你能把你的智慧卖给我吗？僧人答道，我的智慧很贵，一句话1000两银子。那个愚人说，只要能买到智慧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于是那个僧人对他说道，遇到困难不要着急处理，向前走3步，然后再向后退3步，往返3次，你就能得到智慧了。那人听了将信将疑，生怕僧人骗他的钱。僧人从他的眼睛中看出他的心思了，于是对他说，你先回去吧，如果觉得我的智慧不值这些钱，那你就不要来了，如果觉得值，就回来给我送钱来。当夜回家，他昏暗中发现妻子居然和另外一个人睡在炕上，顿时怒从心生，拿起菜刀准备将那个人杀掉，突然想到了白天买来的智慧，于是前进3步，后退3步，各3次。正走着呢，那个与妻同眠者惊醒过来，问道，儿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深更半夜的。愚人听出是自己的母亲，心里暗惊，若不是白天我买来的智慧，今天就错杀母亲了。第2天，他早早的就给那个僧人送银子去了。生活中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很努力就是不成功，很多人不努力就是很成功，因为他运气好。他为啥运气好？是因为他开心，他能量比较高。情绪就是你的风水，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当你情绪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家庭也好，你的事业也好，你的身体也好，你的财运也会好。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，身体不舒服，家庭一团糟，钱也赚不到。要提醒自己，不要带怨气出门，不带怨气处事，不带烦恼睡觉，不带急性办事。清醒时做事，迷茫时读书，独处时思考，大怒时要学会修你的情绪。你被情绪折磨了一辈子，让你生病了，都得挨了。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生病吗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一个人为什么会得癌症？90%的癌症是因为情绪引起的。一个女的总是生气，她婆婆骂她，她老公骂她，她憋着，乳腺癌。一个女的喜欢发火，天天暴脾气，天天发火，子宫癌。有情绪憋着得乳腺癌，发出来得子宫癌。有人说那咋办？没情绪。他说了不发脾气，我都说了不发脾气，憋着乳腺癌，发还是不发都是死。有些男的笑了，我告诉你，男的就是前列腺癌，老婆骂他都不敢说话，憋着，前列腺癌，尿都尿不出去，天天发火，肝癌。
有人说了，我整懵了，到底是发还是不发？你说发还是不发？是在果上解决文章，为什么不在因上解决文章呢？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如何能够让你不生起情绪，这才重要。因为它只是在三维空间解决问题，让你造成癌症的其实不是三维空间的东西。我们说了，三维空间的所有一切都是四维空间造成的，因为三维只是四维的投影，是你的情绪造成的，是你的念造成的，是你的意识造成的，是你的认为造成的。回想一下，你跟你老婆因为什么事吵了架，离了婚，大打出手，就是情绪，只是因一件很小的事儿。有没有发现，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？修的是什么？修得不是身，修得是心呐。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你遇到的每一件事儿，你遇到的每一个问题，都是来修炼你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这辈子为什么会成长？就是有磨难才会成长。一个不修行的人，一件事儿可能会气你一辈子，你一辈子都从这件事情出不来，气你3天3夜睡不着觉。有没有？假如说今天你进到会场，有一个女的，这个女的你不是太喜欢她，然后看到你以后就指着你说，你怎么今天化妆化得跟妖精一样？你什么感觉？你会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会认为是是那个人让我们今天导致我们这个结果很不好，很伤心，很难过。实际上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，说明你不自信。如果你很自信，当一个人夸你，你怎么画得跟妖精一样，你会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荣耀，是不是看上我了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而且不同人讲你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个人你不爱他，你很讨厌他，他说你像妖精一样，你可能会觉得很难受，他觉得他在骂你。但是如果你很爱这个人，他说你画得跟妖精一样，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夸我？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在夸你还是在骂你？其实不取决于你，是取决于你对那个人的看法。你对他是善意的，你就会认为他对你也是善意的；你对他是恶意的，你也会认为他对你是恶意的。大家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直接决定了这件事的结果。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掌握在了谁手上？掌握在了我手上。我可以让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件事都变成好事。情绪会直接拉高或者拉低你的能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都是中性的，是你赋予的那件事意义。没有得到想要的，即将得到更好的。你们知道你这辈子为什么会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吗？所有的磨难都只是为了唤醒你。为什么老子这辈子没有太多的磨难呢？因为老子一直走在自己的道上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如果你不入道，老天爷会想方设法把你逼到你的轨道里。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有一个小女孩，她从小就特别喜欢当画家，但是她的爸爸认为当画家没出息，画卖不出去，让她考了当地最好的工程学院。虽然她考上了，但她不喜欢。毕业以后，她就做了一个工程师，但是一个人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他非要干，那干下去也就只能干成个三流工程师，每天上班就像坐牢一样，他活得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。他能感受到他不是在为自己而活，是在为他的父母而活。有一次下班的时候，他像往常一样开着车，突然一个红灯，他没看到一辆大货车冲过来就撞上了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医院了，已经过去10多天了。他醒来感受不到他腿的存在，他一看腿没了，高位截肢。因为如果腿不截肢，他从车祸现场就不出来了，他整个命都没了。请问这件事如果放在你身上会怎么样？有人说我会自杀，我会自暴自弃。你之所以会自杀，是因为你的情绪是沮丧，是内疚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小女孩，她看到她的腿不见的时候，她开心地笑了。她说终于不用做那份该死的工作了。然后那个护士都觉得她疯了。她说护士，你给我买几个画纸画笔过来。她就在那个病床上开始画画。她一画画就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他太热爱画画了，画画就是他的轨道，就是他的使命，就是他的梦想。他以前不能画，而今天没有人可以阻止他。这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他跟画，一幅又一幅，忘记了吃饭，忘记了喝水，什么都忘记了。他完全沉浸在画画的世界里，他完全跟画停在了。1年时间一画就划过去。他在医院待了1年，医生无数次催他出院，你可以出院了。终于他就要出院了。他爸爸说，女儿是爸爸对不起，我实现你一个梦想。你说你想要什么？他女儿说，我想办一场画展。他觉得亏欠了女儿了，没办法给她办个画展。结果那个女孩子一战成名，她的画1天时间就被抢空了，她成为了当地最著名的画家。她马上1个月以后就办了自己第2场画展。就在这场画展来了一个白马王子，长得特帅。他第一次看到朋友买了他的画，看到这个画1个月，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幅画，更爱上了画这幅画的这个灵魂。他跑到这个女画家那里，一定要见这个女画家一面。你有男朋友吗？你能让我做你男朋友吗？女孩说，我是瘸子，你看清楚，我瘸子。男孩说，我爱的是你的灵魂。疯狂地开始追这个女孩。后来这个女孩才知道，原来他也是个画家。他开始也看他的画，2个人就相爱了，就相恋了，就结婚了，就生孩子，就生了1儿1女，儿女双全，全球办画展。在巴黎，他们有自己的公寓，
在澳大利亚有自己的别墅，然后在欧洲有自己的庄园，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变成了举世闻名的榜样。在这个画家垂垂老矣的时候，曾经接受过美国电视台的一个采访，别人问他了一个问题，说你这辈子最感恩的是谁？他说最感恩的就是把我瘸了的那个卡车司机，你怎么会感谢他呀？如果没有他，我这辈子都找不到我的爱人，如果没有他，我这辈子都是行尸走肉，如果没有他把我逼到我的轨道，我活着如同死去。所以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一句话，你经历的所有困难和挫折都是为了唤醒你，都是只为了把你逼到你的轨道，仅此而已。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好事，都是来让你觉醒的。没有得到想要的，即将得到更好的。凡事发生必有其目的，并且一定有助于我。那如何把这件事瞬间变成好事呢？当这件事发生以后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，它要教给我什么？它能带给我的好处是什么？写出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的10大好处。这件事瞬间会从坏事变成好事儿，所以我们都在说这一句话：你永远无法改变这个世界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，因为你变了，你的世界就变了。越是性子急的朋友，越要沉住气，把这个视频看完，因为我将告诉你一个99%的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那就是如何通过善用其心来获取一切完美的结果。实际上你那些瞎着急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反倒是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，还会把自己弄得慌乱不堪。你瞧瞧自己都在着急些什么？早上着急去上班，上班后又开始着急下班，下班着急着做饭，做的时候又着急赶紧吃完饭好刷剧，着急去睡觉。有的人着急结婚，结婚后又着急要孩子，有了孩子又着急孩子上学工作，结婚生子。有没有发现你的一生几乎都在这种着急和焦虑中度过？到底在急什么？其实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下一件事情永远显得更重要。为什么会被这样？因为你活在欲望之中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一想到就巴不得马上得到，一刻都等不了，于是就被这种欲望，这个念头牵引着度过每一天，总是在追赶，总是在着急，总是处于紧张慌乱的状态。可到头来，你又忙了些什么？回头看看，好像什么都没做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当下都被你当成了实现未来的踏板而被忽视了。就这样，无数个被草率对待的当下串联起来，形成了被草率忽略的一生。如此看来，我们似乎从未真正的活过。再看看另外一种情况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为什么要跟你老公急？因为你想要干净，可是他从来不做家务。你为什么会跟孩子急？因为你想要成绩好，可他就是不上心学习。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急？
因为你想要变得更好，可自己又做不到。有没有发现，底层逻辑都是我想要某个结果马上得到，得不到就着急，所以就乱发脾气，抑郁、压抑、内耗。总之，着急是因为我执太重，而真相是本来无我，心外无物，一切都是心的投射。心就像一面镜子，你遇到什么因缘，就会映照出什么影像，也就是人生。这个因就是一个意识印记，曾经你有过怎样的执着，那一个意念的意识印记就会储存在你们的潜意识里，遇到合适的缘，就会显化出影像。所以人生如梦，这一切并不真实，而你一生的所有情节，上一秒吃饭，下一秒工作等等，都是因缘注定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计划只是你把人生认假当真后的计划安排，是妄上加妄。所以下一个情节该是什么还是什么，跟你怎么妄想无关，只跟因果有关。想要快点得到，得不到就着急，这不过是认假当真的执着。剧情如何只与因缘有关，所以不管大事还是小事，着急都是没有用的，只会忙中出错，只会生出更多的妄念，种下恶因，形成恶果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真正的高人都会善用其心。什么意思啊？觉醒的人都会明白，人生只是心投射出来的幻想，本性、空性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，才是真正的你。镜子本来无一物，无论它映照出什么，都不会影响它本自清净。照出大便镜子不会臭，照出鲜花镜子也不会香，一切都干扰不到你。自始至终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因为你这香了，才会执着，才会着急。所以一旦觉察到自己着急了，马上就知换吉利，回到镜子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。就像六祖说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重要，吃饭、工作、看书都是幻影，样样都一样，是你的认假为真产生的分别，才有了你认为的好与坏，对与错，得和失。所以每一天你不是在焦虑未来，就是在后悔过去，怎么能够不难受？而这一切不过是妄心盖住了智慧，真心一旦攀缘，就变成了妄心，忘了你是镜子而白白受苦。那怎么办？一个字：观。既然智慧一直都在，不过是被妄心盖住了，那么不再认假为真，不就回归本心了吗？所以观是从心里往外看，是回归到本心。你是镜子，自然人生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那还执着什么？没有执着，哪还有痛苦？所以你只要保持觉照，念其不随，看到它，接纳它，不随它，注意力就回到了镜子，回到了觉知，也就是安住当下。当下就是自性本心，
吃饭的时候就吃饭，喝茶时就喝茶，这就是观自在。只要看破真相，知幻即理，离幻即觉，没有第二念、第三念去想接下来要急着干什么，或者这个茶哪个更好喝。心是镜子，来什么照什么就好，直心应对，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，专注于当下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回到了真心，回到了镜子。心能够照出一切，能生万法，所以本自具足。正如佛陀说的那句，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当你意识到真正的自己本自具足，也就不再是那个匮乏的妄心。投影源变了，你们说外在的相会不会也变？所以不用操心你的人生，你只要操心你的良知着急，它是认假当真的。妄念执着毫无意义，只会更糟。专注于当下，用心若镜，才是回归圆满。心是投影源，心变了相，自然会变，这就是相由心生。所以你真正要做的不是着急，而是专注于每一个当下。其实是说到底，专注当下也只是一个法门。我们在想过去的时候就容易纠结，我们在想未来的时候就容易幻想。无论是纠结也好，还是幻想也好，我们的想法念头都是杂乱的，很难让你心安定下来。唯有你专注于当下，你才有可能不想那么多，你的心也就是拴住了。这种法门其实也是以气出气，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通过对注意力的执着，来把对内容的执着都放下。这种方法是比较方便的，所以得到了很多修行人的认可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，那到底是专注于当下的事情最好，还是把当下也去掉最好？也就是专注当下和空空如也，哪个更好？按理来说，当然是把对当下的注意力的执着也去掉是最好的。但你如果要问是不是空空如也才是更好，那空空如也呢，就有可能是你把空当作了一种执着，执着于当下它是一种方便，你执着于空也是一种方便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在真正没有什么执着的状态下，其实并不是空的，而是什么都可以。就像上面我们说的镜子一样，镜子在照东西的时候，你觉得它有执着吗？什么在它面前它都会成像，但是什么像都没有在镜子上，没有真正的在镜子上。镜子的那种状态其实就是很自如的，很自由的，它既可以什么都没有，又可以什么都能照出来。所以真正的不执着其实是自然。一开始我们都很杂乱，这样的我怎么能够解决不杂乱的问题？所以我们就需要执着于某一个事物，通过它来把其他杂乱的事物给剔掉，这样我们执着的事物就变少了。当少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就好处理了。就比如说100只兔子，你如果想去抓它，那肯定很难，但是一只兔子
就比100只兔子要好抓多了。而专注当下就好像把100只兔子变成了一只兔子。但是如果说你把当下去掉，变成空空如也，那也就说明你把一只白兔子变成了黑兔子。之前你是执着于当下，现在你是执着于空空如也。其实还是有东西，虽然这个有的东西叫做空，但其实还是有一个空，这里还是能明白吧？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在跟你咬文嚼字，也没准你表达的是真正的那个空，而不是在你脑袋里面的那个空。但是为了避免有些朋友理解成为还有一个空，所以还是需要强调出来。总之，只要你能够做到专注于当下，那么你的生命状态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你的人生会很清静，很幸福，很通透，很自在。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，心在什么境界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。修心才是生而为人走向幸福之道的利器。修心、静心、养心，悦心、悦人、悦己。人一旦开悟了，就会活在当下，每一个时刻，不再内耗，不再恐惧，不再抱怨，而是以一颗平和、善良、感恩的心去拥抱这个世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事缓则圆，人缓则安，给好运一些时间，允许一切发生，一切便会顺着你的心意去发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